跌撞撞，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，就当疼痛都是假象。嘿，就狂奔去远方，摘掉那些无聊的伪装，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。让恋歌也曾在黑夜中彷徨，也曾被轻易的遗忘。让恋歌给世界看我的欲望，记住我此刻的狂妄。Running brave girl， 遍体鳞伤，紧握着所有倔强，做自己的光。Running my girl， 皮肉可刚，我用梦想打破束缚的边框。Running girl， 对难过总是很健忘，在我的人生中超闪盛放。坐吧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最近还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头一次知道，原来被气昏头是这种感觉。我看看，疼吗？不疼。疼。你还知道疼啊？你怎么回来的？你说呢？为什么要见那个人？我当然是为公司的新产品寻找新的合作方啊。你要是因为劫持取消合作的事情，我知道了，我早有备案，你不用因此担心。我不希望你觉得关你最近被人取消合作，是因为近期风评的缘故。再说了，任何有可能的合作都值得我去争取啊，不是吗？因为风评取消合作，我也不在乎。还有，你争取的方式就跟别人去相亲。相亲？什么相亲啊？梁亚斌是我大哥推荐给我的。等等，谁告诉你我在相亲的？是我爸还是青青他们？这个人在业内不靠谱，照理来说，李俊不应该把这样的人介绍给你认识。除非他有不得不推荐我相亲，又不希望我真的成功的理由。你看到那些报道都不会生气的吗？我的病情是真的，痊愈了也是真的。那报道里写的都是事实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是想说，其实这件事情，算了。啊，姨父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慢慢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。请坐。姑娘，我听说你是程明的同事啊？对，我是宁总的下属。那你们在一块儿多久了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叔叔，您别误会。刚才金针的同志说，这2天在网上啊，还有针对程明的一些攻击。我觉得，叔叔，那些全部都是乱写的，你千万别相信。程明他当初决定不在学校教书，出去创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。那些报道我也看了，
也不都全是瞎说。这孩子吧，在情绪认知上确实有障碍，但如果你在他身边陪上他几天的话，你会发现他确确实实是个挺不错的孩子。实不相瞒，叔叔，其实我也是浩然大学毕业的。哦，林总以前还教过我经济学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当时的确情绪寡淡，对人严厉，但是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。如果不是这次网络爆出来，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他以前那么的辛苦。我的姨母郑子慧患阿兹海默症很多年了，也没有什么自理能力，你们也都知道。所以，这个海外账户信息的更改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。这个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账户呢，的确是以你姨母的身份注册的。我觉得可能是你姨父去年带她去日本看病的时候泄露了信息吧。不过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我们之前追查马浩在海外的账户不是一直没有结果吗？那这个信息现在却突然蹦出来。你们需要我帮助配合做什么？我需要你什么都不做。哎，陈明，今天通知怎么说啊？啊，没什么，他们跟我简单的核实了一下情况，应该是搞错了。啊。哟，陈明，又给你添麻烦了啊！您见外了，姨父。姨母最近状况怎么样？要不要让她再尽点小意？今天他们想起来，算了吧。不过这孩子也真是总是烦着你，你说说。家里这边状况还好吧？哦，陈明，行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我们都够用啊，不用了。这样，今天你都过来了，看一眼你爸妈再走啊。好。小敏，累不累啊？有点累。坚持一会儿，我们等会儿就到地方了。嗯。到地方，爸爸给你买好吃的。好。你喝点水吧。小明，你也喝点水吧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你有完没完啊你？你有本事当着小明的面发誓，你和那个女人没有关系。又把孩子扯进来干嘛？你烦不烦？小明，妈妈跟你说，这个世上没有爱，只有谎言。干嘛？
义父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孽障！爸爸为了救你，命都没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亲妈死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。别说了，生，你就该跟你爸一起去死。我们冷静点。去死啊！陈明，你姨母的话别放在心上啊。她，哎呀，行了，子慧，别闹了，来，你看着我，子慧。我说啊，你们只要稍作调查呢，就能知道我母亲是没有自理能力的，而且那个账户信息也是被人恶意篡改过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要陷害我表哥。找你有别的事儿。你是个足不出户的宅男，为什么？这和案情有关吗？我就是不愿意出门，我不喜欢，不愿意和那些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人去打交道，讨厌社交。明白了，中二病，跟家里人关系不好。母亲住院以后一次也没有去看过，偶尔让宁成明替你跟家里视频一下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一下。那配合当然没问题啊，这就但就是能不能，我就在家办公，行吗？金针那边现在是什么结果呀？倪老师。他们在怀疑草莓。怀疑草莓？你还好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成明父母出事的时候，他也在车上，才5岁。我和小慧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作为唯一的幸存人和目击者，成明不哭也不闹，完全没有悲伤的情绪。小慧吧，这个人平时情绪就非常的激动，再加上当时听说她妹妹不是死于车祸，而是死于自杀，所以她就情绪一时的激动，就有人说她治不好了，所以我就尝试着教她如何辨识自己的情绪。她很聪明，虽然不能真正的理解什么是喜怒哀乐，但有时候我想啊，这对她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运气吧。所以我要就这样长大，长大，在她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喜怒哀乐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烦恼，是挺孤独，但是没有难过，起码平安。有时候我想啊，这也许就是我们作为长辈的一点私心吧。倪老师，停车，停车。倪老师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爱，只有谎言。成明，成明，宁成明。你回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你这急死我了。
经侦也查到了曹梅的海外账户，也不知道这个曹梅是用了什么办法，竟然用我妈的资料变更了账户使用人的信息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经侦不就怀疑宁总了吗？哎呀，宁总患病的消息刚泄露，这怎么办呀？啊，还有啊，宁总和钱总出去以后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哎，这是不是出什么事儿？闭嘴吧你，吵死了，烦不烦？第一，经侦的技术力量是很强大的，他们早就发现这件事有蹊跷了，现在就是等着收集证据，对曹梅收网。哦。第二，我哥带着李潜去我妈那儿了，下午就给我发过消息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估计就是还在一块儿呢。哦，那就行。哎，你刚才说经侦准备对曹梅收网了？哎，那咱们做点什么呀？第一，别露馅儿，别露馅儿。嗯，好。第二，哎，等着，等着，就这么等啊？啊。你怎么了，程明？程明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程明，程明，程明，你怎么了？程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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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？摔到哪儿了？程明。窗外树叶黄了，记得谁在树下说，秋叶黄时会结果。门关上，吱呀响声，记得谁在门后躲，给我幼稚的快乐。恍惚仿佛伸手就抓住，他们说都是假的。回忆慢慢淹没了我，这个世界上根本还不知所措，潮水漫涨过，我不想我呼吸失去笑容，越挣扎水越汹涌，过往渐渐蚕食了我，无形的丝线勒住了心脏，我拆开我一件件撕破伪装，凋零翩翩像落叶一样。我姨父今天跟你说了很多吧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其实我不是很赞同你母亲说的话，但是你姨父说的，我倒是觉得挺有道理的。你会不会和外界一样，也对我和李静凡的关系很好奇啊？有一点吧，毕竟有很多版本的留言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带我去过一次姥爷家里，是南边的大家族，家里利益纷争跟过去一样多。
以在那个家庭里面呢，孝敬父母、养育子女，变成了一件并非出自于亲情血缘，而是被利益所驱动的事情。亲戚之间都是面和心不和，好像个个都要将你踩在脚底下一样，完全看不出大家是一个娘胎所生的，反而像是世代仇敌。不过我妈妈呢，她自己对于拒绝联姻和李静凡自由恋爱，还有离经叛道生下我这件事情，可得意了。但是这位任大小姐很快就发现了，养孩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小的时候，李静凡偷偷来看过我们，其实我妈妈也知道。但是，在我18岁之前，关于我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件事儿，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实话。我长大之后呢，可能是小说看多了吧，我曾经猜想过，也许我的父亲是另外一个大家族的长子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跟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。总而言之，他不想告诉我，可能是不希望我复制他的人生吧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特聪明？有一点。后来，我妈就生病了，渐冻症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别告诉他，千万别告诉他。直到我妈去世，我才知道，她那个时候都已经快答应李静凡的求婚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妈妈就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奇女子，又美丽又优雅，同时呢逻辑又很清奇。而且啊，她自己明明就很热衷于体面，却总是教导我说，人要灵活，不要总是拘泥于面子。仔细想想，可能就跟你之前所说的。他一生都是在努力的让我不要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吧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我当时真的是见过伯母。你见过他？什么时候？你记不记得你大2那年给我交论文晕倒那次？他妈妈一直在市医院，渐冻症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但人还是挺乐观的。任女士。任女士，今天的1小时探视时间还没到，她说过你可以进去。病人体力有限，希望别待太久。你一定就是进来让我女儿头疼的宁老师吧？我一直以为令爱是一个聪明却不上进的姑娘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是个误会。我了解了一些关于李显父亲的情况，任女士。我是不会放弃对李显学业要求的，所以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让李显辞去他的兼职，去申请奖学金，或者转移一些压力给他的父亲。这事儿我和他聊过，但是他不同意，主要怪我。有时候很多事儿，一旦过了那个时机，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了。他不恨他的父亲，但是没什么感情，这也怪我。其实我认为，没有情感也未必就不能继续生活。能拥有李浅这样的女儿，这是我今生除了遇见那个人以外最幸运的事。可惜我是一个不称职又极为自私的母亲。也不尽然，毕竟本质上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父母的。或许，正好是您的孱弱让李浅被迫只能选择变强。李浅跟我说过好多你的事，说你从不笑，
但也不是生气，像一块石头，却异常精明。今天一见，或许你们很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很有缘分。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父亲，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你就告诉他，我是认可你的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宁老师，你就当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吧，别太为难我女儿了，好吗？可是他跟你说，他觉得自己很自私，我完全没有这样觉得。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，父母也没有办法选择子女，一切都是在人性驱使下的社会群体家族游戏。在自立的原则里，每一个人的自私行为都有充分的理由。不过好在你的母亲有她的底线。宁老师，你的妈妈虽然因为自己的遭遇就教导你，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。站在她的角度，她可能也是希望你不要遭受同样的痛苦。你可以拒绝原谅，但是千万不要因此惩罚自己。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从此我也就拒绝了所有的喜怒哀乐，包括谎言所带来的那种不真实情绪所转化出的情感。从此一个人走在无尽黑夜，去选择相信科学能够理解的、可以解释的，不对任何的爱恨喜恶，包括人，产生好奇。可是，你这样不会觉得孤独吗？那个时候习惯了。现在想想，在遇到你之前，真的很孤独。干嘛？这里是公司，麻烦你尊重一下职场好不好？刚才人这么多，我是怕你站不稳。
意思打扰了。青青，不是你们俩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什么真的假的？小杨，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总的来说，网上已经炸了，就凭一张照片？也并不简单的说是一张照片的事儿。那就和平时一样，你给我们阐述一下具体情况。大家请看。宁总、李总，目前舆论还在发酵。从昨天曝光宁总的看诊经历和今天的事情来看，整件事情一定是有人在策划连续性的舆论攻击。关于我的病，昨天请医生出的加急的诊断证明。这太好了。既然是诊断病情已经痊愈的权威证明，是不是官方发布会更好一些？不，过于官方会引起反效果。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设计路径，让网民觉得是自己挖出来的。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。您二位实话告诉我，你们之间是真的恋爱了吗？没有。是的。你们俩再好好想想。是的。没有。我们俩没恋爱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既然那件事情是假的，那么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把假的说成是真的。糟了。习惯了漫无目的，写无意义的字句，仿佛被幸运遗弃。为什么遇见了你？是不是命中注定？那些纠缠和不安的情绪变得有诗意，好像沉入了海底，好像星光的孤寂，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，只因为拥抱你。不再追忆着过去，不管未来的意义，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，别去猜所谓结局。